为什么会特别做这个成立这样的社群，去分析这样的一个所谓的EMI Teaching by Principles？ 那因为主要是因为英文的比率提高嘛。那英文的比例提高之后，对台湾的学生，或者是对英文不是那么熟悉的学生，他的理解力会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3位老师大致在他们的课堂当中有这样的8种策略的运用。第一个就是 providing an agenda， 第二个就是 giving an example， 第三个就是 paraphrasing， 第四个是 questioning， 再来就是 implementing structured group work， 那再来就是 utilizing multimodal resources。再来就是 translanguaging 最后一个就是 building up a comfortable learning environment。那这些策略看起来好像都是一般老师都会课堂上可能会运用到，但是其实在 EMI 课程进行当中，似乎更是必要不可或缺。像这位老师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必须要给学生这个 agenda， 所以你会看到他会讲说 we will look at 2 examples， 然后就and then learn some insights, and this is the first example, and in the beginning of today's lecture， 你会发现他在课堂当中的时候，他就会去跟学生预告说这节课要做什么，所以他认为那右边这边是那个老师之后的我们课后的一个讨论，老师就认为说可以提供这个 providing agenda， 可以提供学生明确的课程大纲，然后让他们预先知道课程的走向，所以在 EMI 授课的时候非常的必要。那另外一个大家也蛮常用，就是 giving an example。那常常在课堂当中就会发现老师们说 ，So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那这个我记得是有一位就是那个 Teacher A 老师在讲这个 the little slow 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为了要解释给学生什么叫做 the arrival rate 这个概念，所以他举了一个这个研究所的教授收这个硕班学生的这个每年每学期大概可以收多少人，然后来做这个学生人数的控管基本上他给这个例子他事后也认为说可以从生活当中用实际的例子来开场，然后连接到比较抽象或理论性的主题，那目的就是提供学生足够的学习动机。然后那这个是类似的，我们就跳过去，时间关系。那第3个策略就是 paraphrasing， 就是你会发现老师们在 EMI 授课顾及到学生的这个 comprehension， 所以他会一直会有所谓的 in other words， 换句话说，就是把前面所讲的这个概念呢，用 in other words 后面这样的概念，再可能更清楚一点或更简单一点的方式呢，再讲一遍。所以他认为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用英文的换句话说呢，这样的方法不只能减少学生语言能力的不足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达到加强的效果，这是老师这么认为。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有发现老师们在 EMI 授课的时候不断会用这个技巧叫做 questioning， 就是提问。那像这个 Teacher D 他在上课的时候在讲到这个 team 这个 team diversity 的这个 issue 的时候，他会问学生说 Do you think diversity is better or worse？ 然后学生会回答，紧接着他会说Do we use more or less diversity？ 然后他会给另外一个情境，然后甚至还有第3个接下来一个情境，他就问完之后，他就会说 Is it better to have more diversity or less diversity？ 所以学生就有回答。那左手边这边都是我们的这个请助理做了一个逐字稿。那事后的讨论的时候，老师就认为说，老师在最后举了2个不同的例子作为提问，那反复以提问的方式来确认学生是否理解，所以可见老师们很重视学生的这个理解。好，那第5个策略就是implementing structured group work。那这个 group work 大家都是蛮常见的一个课堂的活动，但是是一个有结构式的一个活动。那在 Teacher A 的上课的时候，他就会说他会给这个左边这样的一个 types of multi-access communication， 然后有 case 1 case 2 case 3这样的讨论架构给学生，然后右边这边是一个他们学生当时的一个算是 students responses， 那他那个在黑板上那个呈现的讨论的结果。那对这位老师来说，他认为说先设定讨论框架跟背景介绍是非常重要再请同学们上台写各组的讨论结果。好，那另外一位老师其实也做了这个 structure group work， 然后在这个截图上面你也看到，其实也类似刚刚这样的一个讨论框架都提供在上面。
那就这位老师来讲，他认为这个小组讨论有个好处，就是让学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之下讲话，同学之间可以互相帮助，用中文也没关系啊。但是讨论的时候用中文，但是他是期待鼓励学生们在发表的时候用英文来呈现啊。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位老师来讲，他认为说让那个不太讲话的人有发言的一个机会，有参与的机会。好，那另外一个班的这个老师的这个 Good Board 呢，他就是用这个出小组作业的方式，带领学生到户外进行这个教学，户外教学跟测量，然后回来之后，所以左边你会看到这个是他们的户外的这个教学跟测量，那右边这边的截图是学生回来之后必须把它做成报告，那是用全英文的方式来做成果报告，那这是一种实作型的 hands-on 的一个作业。那第6个策略，第6个原则呢，我们发现老师上课的时候会有所谓的 multimodal resources。那这个 multimodal 这个或者它的名词叫 multimodality， 它是中文嘛，我们把它翻成多模态。那多模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会用多种模式。那常见的有这个语言、视觉，然后还有声音，还有这个肢体动作，还有甚至于是空间的概念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沟通。那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当老师在讲这个 system 的时候，所以对这位老师 Teacher A 来讲，他说 We are really trying to study the dynamics of the system, where the system, the data may comes and goes。当他讲到 system 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呢就会伸出去，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下面的左边的截图，因为它搭配着他的 PPT。然后当他讲到说 the data may comes and goes，他的手就会 one hands waving forward backward， 他就会这样前后来回。那甚至在在授课当中的时候，讲到这个 the dynamics of the system， it is really important， 他的 intonation 会上扬那甚至于他在讲到这个 the relation of of those system， 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些相关的变数的时候，他就会把 palms facing each other， 就做这样的手势。那最后这个 how the dynamics of each part of the system relates， 然后他的 fingers 就会 tapping in the air for many times。所以可见老师们在授课的时候，会搭配他的手势，不只是让学生知道他在讲哪里，甚至还可以甚至还会有些手势是搭配这个所讲解的内容的概念。好，所以对这位老师来讲，他就认为说戏剧化的肢体动作语调来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然后这样的策略呢，可以达到强调重点的效果。好，那另外一位老师其实也是有这样的策略的运用。好，然后他认为辅助图示呢，可以帮助学生更容易理解，用英语的教学。好，那这个其实另外老师也有。好，那第7个策略就是这个所谓的 translanguaging， 就是有点类似像第一语言跟第二语言就像翻译一样。所以在那一门有外师的课的时候，外师讲完一个段落之后，中师有时候会适度的一个解释一下。所以整堂课就是外籍教授主讲，本国教授则担任中文翻译的跟补充的角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本国教授需要翻译的机会就逐渐减少，让学生慢慢熟悉这个全英文的教学。好，那这个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那一天最后一天的这个社群聚会，大家分享完毕之后。其中有一位社群老师就说，Teacher B 的老师的上课呢，中文辅助逐渐需求的是渐进式的减少，然后有兼顾到学生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算是降低他们对上 EMI 课的一个恐惧那所以这个是这样的用心，让学生在上 EMI 课的时候有信心，没有焦虑，然后鼓励学生课堂参与。好，最后就是以上的这8种策略原则，好像也对应到我们。在做双语教学的时候的一个 model 叫 SAP， 那这个 SAP 的话就是在美国他们是协助英语学习者在一般学科授课的时候的一个 academic and linguistic needs。好，那大概就是这几个，就是一定要让学科的内容跟学生的经验结合，然后把过去所学跟现在所要教的把它做个连结，然后最后就是记得要把这个给学生的 input 呢要 comprehensible， 然后呢适度的在学生对话的 linguistic 语言跟那个互动的时候有一些 modification， 那就好像老师的策略的这个 paraphrasing、questioning 跟 translanguaging， 那最后就是多用一些视觉的资源就是所谓的 multimodality， 然后互动的时候呢就增加
老师、同学，完像这些技巧，像这些策略 questioning good word 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把老师所教的，然后有机会去应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 IB Physics Teaching 的课程，我是陈玉林。先从第一张投影片开始谈，这门课的主要教学目标有2个方向。第一个是因为 IB 就是所谓的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事实上它是具有大学预科的程度，所以我们希望训练的学生在物理知识上面大概可以达到物理系稍微中高年级的程度。另外部分的教学目标是基于物理教学专业上面的训练，希望我们的学生在修完课之后能够顺利的引导他将来的学生进行探究，并且能够观察知识的形成。我们的课堂策略主要是利用探究式教学法，就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课程在教室里面重现科学家发现物理定律的过程跟整个严谨的历程。下面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课程当中的照片。第一步先跟大家分享直接教学法跟探究教学法有什么不同。探究式教学法一般我的课程设计取径都是先提供情境实例，再帮助学生进行归纳或者演绎，得到我们希望他最后在课程里面得到的理论。像是大家在眼前看到的这个情况，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红色这个点在图的正中央，它是太阳，外面那6个点指的是1840年代不同时间点天王星绕着太阳的轨道位置，这是大家看到的观测结果。我们再提供一部分的讯息给学生，告诉学生这是计算观测的计算预测的结果，两者似乎看得出来是有差异的。我们要求学生直接把这2个结果叠在一起，并且问他以下这个问题：计算结果跟观测结果的差异，是因为有一颗没有被发现的星球它重力的影响。如果真的有这个星球，或者真正造成的原因是因为重力的关系，请问这颗没被发现的星球应该位在这张投影片当中的哪一个地方？同学们都可以利用讨论或者自己思考，想象出来，其实图中应该是在右半边这相对的6个位置，刚好应该有一颗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星球，它的重力偷偷的在暗处影响了天王星的轨道位置，所以才会导致天王星的轨道位置计算结果跟观测结果有这样的差异。其实我们最后是为了要教会学生，我们到底在天文当中所谓的射动或围绕指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最后才把真正想要表达这些专业的学术术语搬出来跟学生进行讨论。那他们之前就已经先经历过科学家到底如何透过围绕或者射动的方法来研究出科学或天文当中的这些重要现象。1846年其实天文学家也真的是利用这样的方式来真正在没有看到海王星之前，先预测出来哪一个时间点天空的哪一个位置应该会有海王星的出现，最后终于就被人类发现。所以事实上对学生来讲有很多层的意义，除了自己扮演科学家得到自信之外，他还得到了利用科学家研究日常这些研究题目的方法来帮助自己把真正想要建构的知识给建构出来。接下来我们谈一下直接教学法，它的一般课程取径都是老师先谈理论，再来直接做情境的实例的举例，想办法补充说明给学生听。比方说我同样教这个单元，我希望教会学生天体力学当中的射动或围绕到底指的是什么，我就必须要做一个严格定义来告诉学生，天文学当中用来描述一个大质量天体受到1个以上质量体的重力影响而可以察觉的复杂运动。下面英文我就不念了，大家会发现这不要讲说我用英文来表达，我即使用中文念完一遍，对我们坐在底下母语为中文的学生来讲，很有可能都不是一个太容易理解的内容。所以从学术的语言来切入，就会有可能对学生来讲在认知上面会造成这样的门槛。所以一般老师都除了讲完这个东西之后，一定会再补充，比方说画张图，
把仔细的这些详细的细节解构一遍给学生听。画完图之后，为了要再更进一步说明，还会再举个例，比方说我们就举海王星对天王星的围绕，最后导致人类发现海王星的这个结果。事实上，利用这样的例子就可以帮助学生再进一步的去理解，原来我们要教的射动跟围绕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这是直接教学法的特性，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的确确感觉上事实上是因为有老师来主导，所以直接教学法在效率当中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快速，比起探究式教学法要让出很多时间让学生思考，让学生解题，其实相对而言时间成本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但它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考量，并且在过程当中，探究式教学法会期待学生在过程里面除了学到这些我们希望他学到的硬知识之外，还学到科学家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两者的取径跟方向事实上非常不一样。本探究式教学法是主要根基于我们谈的祖师爷皮亚杰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说，知识是靠学习者自行建构，不是外在灌输，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来帮助学生自己想懂，自己学会，自己建构知识。所以课程设计的时候必须要像这个广告一样，这个运动鞋广告是在手机荧幕上面非常非常有名，他很巧妙在上面披了一根头发，他希望每一次我们打开手机荧幕的时候，看到这个运动鞋广告之后，突然发现有一根头发，我们就误以为我们的手机荧幕上面有一根头发，所以在吹了它之后发现无效，只好用手指头去想办法把头发给拨开。当我去拨它的时候，我就自动的进到他们家的网站，它就多得到一次广告浏览量，或者我们就很好奇，想要多买2双运动鞋。探究式教学法的课程设计，其实最巧妙的地方就像是在设计那根头发一样，想办法让学生不知不觉的被我们引入到课堂里面，不知不觉的解了题目，最后不知不觉的建构了知识，学会他该学会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课堂里面设计探究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想办法让学生自己最后可以归纳聚焦出我们希望他建构的知识。除此以外，还可以建构学生他们真正能够一部分是真正学到科学家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能够透过更进一步的沟通来得到社会情绪学习。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里面的科学方法，我们可以得到界定问题、实验设计、分析诠释数据，或者科学的沟通与表达。我们的科学课堂执行的方法其实就是科学家的日常，老师在前面扮演 moderator， 把任务提示给了大家以后，想办法让全班开始进行探究与实作。探究实作结束以后，或者到了中间步骤，需要大家可以进行讨论，老师摇身一变变成科学期刊的 editor， 变成期刊编辑，我还要负责带着全班做 peer review。 这个 moderator 主持人的角色通常在课堂里面还是全班同学大家轮着做，意思就是说全班同学必须要大家轮着来带领全班同学一起做团队共创，或者一起做团队聚焦。对学生来讲，就是拿科学家的日常来训练同学们在课堂里面将来在面对探究式教学法或者在教 IB 或其他课程的时候可以用得上的本领。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在上这个单元 Kinetic Theory of Gas， 在一般的全长课堂当中，我们为了节省时间也好，为了能够增加效率也好，这一堂课通常发生的日常现象都是我们直接在黑板上面除了举例之外，就是开始导公式，最后帮助学生把数学细节一关一关的突破，然后得到最后推导的结果。当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利用探究式教学法也可以设计成以下的方法。我们直接提供了这个实验器材，在课堂当中做实验给学生看，学生会发现光一照了以后，这个器材当中的4个叶片会自动转动，而且从上往下看，以这个实验器材而言，它会顺时针旋转。我们引导学生思考2种可能的模型解释，一个是 radiation pressure，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正要教的 kinetic theory of gas。 就学生最后会自己发现，我如果依循着 radiation pressure 的结果，解出来的风车的自转方向会是逆时针方向。
但依循着 kinetic theory， 最后导出来结果，他们会发现这个风车会顺时针方向旋转。这个模型解释会跟原来实验当中得到的结果完全一致，让学生在课堂里面就可以强烈感受到，科学家每天在学的这些理论，并不代表真正的真理，它不过就是我们看待自然的其中一种很有可能相对比较合理的一种诠释，跟我们目前为止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想法。所以对学生来讲，除了真正学到我们期望学到的这些科学知识以外，科学的态度也可以一并在里面导入，让学生们更了解原来科学家的日常是什么，科学是不是真的代表真理，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才是更重要的部分。我们在课堂里面就是按照大家在投影片上面看到的，给他们2大步骤来执行：探究跟实验设计。全班同学用尽所有可能性，大家互相讨论，进行实验跟探究，并且在下一个步骤进行 peer review， 老师或者同学们轮流当主持人，大家一起同台审阅，一起回应科学当中科学社群运作的所有细节跟过程。